vivo X70 Pro Plus，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和私信里边让我们赶紧上这台手，让我们赶紧聊这台手机。我估计得有上百人吧。大家这么期待它，肯定是期待它的影像能力怎么样。你看它后摄设计的样子啊，就是在宣示着自己影像能力非常强，还有那个显眼的蔡司 logo。那大家喜欢它的工业设计吗？大家觉得这台手机长得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好看，打1；如果觉得不好看，打2。vivo X70 Pro Plus， 估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会相信这台手机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因为我们最烦的就是手机厂商在发布会上吹牛逼。不过也许人家没有瞎吹啊，也许人家的影像能力真的非常不错，这点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告诉你。不过说到发布会啊，确实有一点让我非常不爽。少说两句，行，那也行吧。各位呢可以猜一下哪点我不爽啊？如果你猜出来呢，也许下期标题我们能用上，是吧？欢迎收看 ZPH， 我是道乌，我是长长。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期待这台手机的测评结果，期待这期节目，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我们。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X70 Pro Plus 后摄是4颗干活的镜头，没有凑数也没有辅助。但是这里要注意啊，2倍人像镜头只有在人像模式的时候才是用这颗镜头来拍。平时在拍摄界面中选择2倍焦段，用的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的，并不是调用的这颗2倍人像镜头。在拍摄界面中点击焦段切换按钮，画面也是直接切过去的，中间没有缩放画面啊，除非你用双指缩放。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几颗镜头的光学素质怎么样。X70 Pro Plus 的主摄依然采用了三星的 GN1 传感器，这颗传感器呢不是最新的啊，所以发布会上他说是祖传的传感器，也不知道这祖是哪来的。主摄上还有一个亮点，光圈非常大 ，f1.6， 当然他自己说是 f1.57 啊，不过这就是 1.6 的光圈。整个后摄里还有一个更让大家期待的，就是蔡司的加持。有了蔡司，有了 T 型镀膜，那大家一定会期待它的抗眩光能力怎么样，是吧？但是从样片上看啊，眩光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啊，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眩光它不美吗？OK， 还是上主摄的测试样片，看看它的光学素质怎么样。光学素质是最能反映出厂家在后摄上花了多少成本，花了多少钱。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看它的成像差距怎么样。大光圈对边角画质的把控非常难啊，咱们看看差距。确实边角画质下降的比较明显啊，这跟 X60 系列一样，大光圈很难把控边角画质。再看下一张样片啊，成像风格颜色上确实非常不错。这回放大中心跟左下角。确实啊，边角画质下降的比较明显。主摄是有高清模式的，相比于普通模式，在成像上宽容度上稍微差一些，亮部跟暗部的细节都更少啊，可能是没有时间 HDR 了。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高清模式相对于普通模式来说，解析力确实是有提高啊，但是宽容度降低了啊，有些细节确实丢失了。
再看超广角镜头，感光器的参数不错，感光器的大小啊、像素啊都很好，而且还有高清模式。只不过这个视角啊，在如今的手机超广角中已经不出彩了啊。虽然说它的视角也很不错，上样片成像风格上还是不错的啊，颜色上很讨喜。测试样片在取景的时候就不像摄影作品那样在取景上很考究了，我们要更多的考量的是边边角角有测试的画面。那么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看它的光学素质怎么样。中心画质优秀，边角画质下降的比较明显啊。虽然说它这个视角不是很广的超广角，但是它的边角画质下降的依然挺明显的。再换下一张测试样片啊，在颜色上依然在我眼中是比较不错的。这次放大中心跟左上角，中心画质很优秀，左上角画质下降的比较明显。超广角也有高清模式。跟主摄不同，它的高清模式跟普通模式在成像风格上比较接近，尤其是成像宽容度上。那么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高清模式的解析力优势明显。横向对比主摄跟超广角的高清模式啊，还是超广角的做得更好一些。超广角镜头是可以拍摄微距的，方法是用超广角镜头直接接近被摄物体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打开拍摄界面上的微距按钮，这个时候你用主摄接近被摄物体，也可以切换到超广角来拍摄。还有一种拍摄方式是用长焦接近被摄物体，这个时候它是用主摄来拍摄的。除了第一种用超广角直接接近被摄物体拍摄以外，后两种在画质上都有涂抹感。下面聊聊中长焦镜头，先看中焦的。这颗2倍镜头前面已经说了，它只能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就是选择人像模式的时候才能调用。等效焦段50毫米，很适合拍人像。感光器参数一般啊，或者说有点小。长焦镜头在硬件参数上就更不出彩了，但是呢，聊胜于无，毕竟它是一颗5倍的光学镜头。聊中长焦镜头得先说它们的对焦能力，那么先看中焦的，也就是2倍的。但是我测试了一半，我才想起来这是主摄的对焦性能，2倍的镜头得用人像模式才能调用，白测试了。但是5倍长焦的对焦性能就不恭维了，首先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不够，当时我离被摄物体有1.5米以上的距离。当拍摄到近处的时候，它依然会切换镜头来拍摄啊，不是切换到主摄，就是切换到2倍人像镜头。反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真正的5倍镜头来拍摄了，就是其他镜头的数码变焦了。也就是说，这颗5倍镜头的对焦能力几乎没有。既然这颗2倍镜头只能在拍摄人像的时候使用啊，就是人像模式下才能调用，那么我们就把人像模式提到这个环节来说。它的照片统一拍出来的色彩有点偏白啊，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啊。放心，镜头我肯定擦干净了。虽然说成片在颜色上有点发白啊，但是整体颜色我还是挺喜欢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景深模拟上，人像模式也是有失误的，比如说长人的手啊，这是在一个焦平面上的，它给拍虚了；还有后面的树啊，这是不是在一个焦平面上的，它给拍实了。5倍镜头虽然在对焦上不是很强，但是这颗镜头毕竟是用来拍摄远方的，在成像画质上还是没问题的啊。虽然说像素不是很高，但是它的色彩、它的清晰度还是令我满意的。vivo 的前置部分呢，有拍照模式和人像模式两种。拍照模式就是原相机嘛，它展现的皮肤质感还挺不错的，很适合就不太习惯美颜的直男。右下角可以调节几种比较基础的滤镜，基本就是拍照用的，不是人像模式用的。那人像模式里呢，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了。首先是在风格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颜滤镜，都很好看，而且可以调节强度。美颜呢有8种美颜效果，
而且点开瘦脸还分正面跟侧面，特别细致，还可以补妆，教你摆拍照的姿势，很实用。背景虚化呢也是可以调节强度的，但是这个效果吧，我特意切换了3种强度，我咋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觉得呢？下面看夜景拍摄，这台手机的自动夜景是关闭不了的。到了暗处，你想拍暗点不行啊，手机说什么行才行啊，它的自动夜景会为你做主。先看城市照明环境的夜景拍摄，效果还是不错的，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这种光线下拍出来的效果还都是挺好的，细节很足。来到更暗的地方，拍照效果也是没问题的啊，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嘛，主摄跟超广角拍摄出来的效果都很理想。从女流氓小象开始就比较考验手机的夜景拍摄能力了，一般的手机到这儿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vivo X70 Pro Plus 在这种环境下，主摄的自动夜景跟夜景模式非常接近啊，在成像效果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这里要表扬一下这台手机，自动夜景的成像很快啊，虽然说它要转一会儿，夜景模式明显等待的时间要长很多，但是效果却很接近。那下一个场景当然就是非常暗的祖传神树场景了。这台手机的预览亮度还是很高的。哦，对了，有关亮度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到了祖传神树场景，主摄的自动夜景跟夜景模式开始出现了区别。乍一看，以为是自动夜景的效果更好啊，其实不是，还是夜景模式的清晰度更高。超广角的区别就更明显了，肯定是夜景模式的更好。咱比的不是谁亮啊，比的是谁细节更多。可是至于取景亮度的问题，vivo 在发布会上说它的取景亮度跟成片亮度非常接近。可是你看这个亮度接近吗？就算女流氓小象的比较接近啊，祖传神树的场景呢？不管你加减曝光调成什么样，最终的结果差距都很大。祖传神树场景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就来到更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来试试它的表现。主摄的自动夜景跟夜景模式的表现比较接近，不过暗处的细节不管什么模式也拍摄不到了。不过要说到细节还是夜景模式拍摄的细节更多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嘛，无论什么模式也搞不定这个场景了。拍摄软件这块首推的是流光快门，当然这台手机叫时光快门，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它就是模拟减光镜的长曝光效果可以曝光几个小时。像现在展现的拍车流还可以拍瀑布、拍流水、拍星轨它都能做到。还有就是这次主打的蔡司自然色彩，你看它调节的位置非常显眼说明厂家非常在乎它。它拍摄出来的效果在色彩上比默认模式要清淡一些。这里要提醒各位，当您看相册看几天前的照片的时候，您是想不起来当时的拍摄环境是什么色彩的。在这种情况下，您更喜欢蔡司的色彩呢，还是它的默认色彩呢？下面说说视频录制这点咱们先说防抖。X70 Pro Plus 在防抖上做了很多的功夫，有超级防抖，有地平线防抖，总之一个比一个防抖强，但是夜晚拍摄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更黑。从实拍效果上你们就能看出来，防抖级别越高，对光线的要求就越高。那么下面咱们看看手机默认设置下的录像防抖表现怎么样，毕竟大多数人都是用默认设置拍摄嘛。咱们先看主摄，主摄的表现在白天走路防抖上还是很不错的，防抖果冻效应清晰度都属上乘。超广角的表现也是让人放心的毕竟微云台就加在超广角上嘛，所以防抖方面肯定不用担心，颜色清晰度也属上乘。二倍录像的效果防抖也是挺稳定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果冻效应，但是整体的表现还不错，清晰度也很好。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满意的防抖色彩清晰度都非常不错。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夜晚走路防抖表现，当时的环境比较暗了，可以看到防抖果冻效应就没有白天的好了，但是清晰度还不错，最重要的是抗眩光表现非常优秀。相同场景超广角的亮度就不敢恭维了但是防抖是真棒
果冻效应控制的也是真棒，就是亮度实在不行。女流氓小巷是录像环节的最暗的场景，可以看到主摄的表现还是相当优秀的。首先就是清晰度，很多手机拍这个场景都会自动降低分辨率啊、降低帧率啊来保证亮度，但是 vivo 的清晰度真的是非常不错。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放大了啊，反正就是什么都拍不着。工业设计方面，前面大家已经投过票了，你们喜欢它的工业造型吗？我估计讨论的焦点都应该在后摄右侧的这个什么什么窗上。如果小米11 Ultra 的设计叫好看的话，那么它应该叫优雅；如果小米11那个叫多余的话，那么 vivo 就是在教小米什么叫真正的多余。手机正面的造型没什么可说的，大方简洁，就是指纹的位置有点低，每次指纹解锁的时候得够一下。手机的厚度在如今的旗舰机里算是中等的，将近9毫米，但是握持的手感还算上乘。虽然手机的整体厚度控制的不算是很纤薄，但是后摄的高度凸起控制的还不错。后摄上有一点需要吐槽，后摄的一圈金属包边跟玻璃中间是有缝隙的，时间长了这个缝隙会积尘土，如果你拿纸经常擦这块的话，纸屑也会进入到这个缝隙里，这点做的不是很考究。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我们就先说这么多，至于处理器发热、跑分、游戏性能，你们应该比我们都清楚了。那么下面我们直接总结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vivo X70 Pro Plus 作为一台主打影像能力的手机，在影像上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其中软件功能和软硬件的配合上下了很多功夫，但是物理光学和机械性能上并不出彩。毕竟物理光学上的一点点改进都要花很多的钱，就好比电子表再好也没有机械找到成本高，厂商做了取舍。主摄上厂商给了你大光圈，却没有改善大光圈带来的糟糕的边角画质，这一点和它的上一代产品很像。能改善吗？能改，要花大钱。超广角的表现中规中矩，视角不出彩，光学能力不出彩，但是依然可以算是一颗合格的超广角镜头。2倍中焦的表现就有点迷了，这个2倍镜头只能在人像模式时调用，平时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摄。不知道这颗2倍镜头有什么秘密，让厂商在使用上如此调度。5倍长焦的表现也只能算及格，感光器的硬件不出彩，性能不出彩，像素数也不高。好在最终的成像效果还是 OK 的。当然，这颗镜头对环境光线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录像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软硬件的配合上，厂家下了很多功夫，各种防抖方式也是依次排开供大家选用，效果也是一个比一个好，但是一个比一个对光线的要求高。好在默认设置下的表现就已经很优秀了啊，所以我们认为这台手机的录像表现还是很好的。OK， 到结尾了，我们两个又出来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里啊？希望您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